今年的10月份，也就是上个月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金属材质无年费的 Saver 信用卡绝版之后，上个月 Capital One 竟然把 Saver One 改名为了 Saver， 继承了已经下架的 Saver 的名字，卡面也从原来的涟漪纹路设计改为了单调的纯色设计，名字改了，不过新的 Saver 卡片依然采用塑料材质，并没有升级为金属材质，卡片权益方面也没有任何变动。在新版的 Saver 推出之后，我也申请了一张，虽然我只有3个月的美国信用记录，填完资料之后也获得了秒批通过，现在卡片我已经拿到手了，并且使用了一段时间，本期影片就来和大家分享这张卡的使用体验。先来给大家看看这张卡实际长什么样子，卡片采用的是酒红色的设计，如果不上手摸的话，外观有点像金属卡，卡片使用的卡组织是 Mastercard， 等级是 World Elite。Mastercard 的最高等级，持卡人可以享受 Mastercard World Elite 带来的权益，具体权益可以到 mastercard.com 查看。众所周知 Capital One 是滥发 Mastercard World Elite 的银行，入门卡都给你发 World Elite， 比如这张入门卡 Quicksilver 也是 World Elite， Saver 是 Capital One 里面比较中端的一张信用卡，自然也是 World Elite。 看过我之前影片的朋友都知道，在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体系里面，名字里面带有 One 的都是某个系列里面最低阶的卡片，比如 Quicksilver One、Saver One、Venture One， 把 One 字去掉之后就是更高级一些的版本。令人比较意外的是，新版的 Saver 的消费奖励类型和旧版的 Saver 保持一致，依旧是全球餐饮、超市、流媒体订阅类型提供 3% 的消费现金回馈，通过 Capital One 旅游系统订机票和酒店有 5% 的现金回馈，其余消费类型是 1% 的现金回馈。卡片本身没有年费，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外币消费时汇率也十分接近实时汇率。Saver 的中文意思是赏味、品味的意思，我会把它叫做饭卡。如果你经常外出吃饭，我认为 Saver 是众多饭卡类信用卡里面最值得申请的一张。我认为这张卡是美国信用卡玩家必备的一张卡，也是一张值得终身持有的美国信用卡。我个人判断一张美国信用卡是否值得终身持有的几个指标是：第一，是不是无年费？无年费的卡，只要卡片未来不被银行下架，就相当于可以终身持有，只要是无年费，持有的成本就是0，就算你长期不用也不会有压力。当然，就算你把它当作抽屉卡，偶尔还是要拿出来用一用的，买瓶矿泉水或者是买杯咖啡之类的，然后马上还款，或者一开始就设置为自动还款。如果一整年都不用一次的话，银行可能会把你的卡片注销了。在美国信用分体系里面，你没有任何理由去关闭一张没有年费的卡，因为销卡的行为是伤害信用分的，银行也会记仇，伤害你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第二，刷卡奖励有没有达到及格线的水平？在美国的信用卡体系里面，我认为刷卡奖励的价值达到 1% 的现金回馈，这个水平就是最基本的。如果一张信用卡连这个水平的刷卡奖励都没有达到，就完全不值得申请。而如果刷卡奖励的价值达到了 1.5% 现金回馈的这个水平，就是及格水平。 Capital One 的 Quicksilver 就是这个水平。美国运通的 Hilton Honors 这张卡的刷卡奖励是3倍的希尔顿积分，按照1希尔顿积分价值等于 0.5 美分换算，刷卡奖励的价值也是及格线水平。只要达到了这个水平，再加上免年费，我就会考虑是否终身持有这张卡。如果能达到 2%， 那就是优秀，如果能达到 3%， 就是超级优秀了。而 Saver 这张卡，全球的餐饮、超市、娱乐类型的消费都可以给到 3% 的现金回馈，超级优秀的水平了。第三，银行本身的服务水平，银行 App 的易用性，作为全美资产规模排名前10的 Capital One， 这点完全没有问题。把以上的几个指标考虑在内，你还会质疑说 Saver 是否值得终身持有吗？ OK， 如果你觉得 Saver 这张卡适合你，欢迎使用我的邀请连结来申请这张卡，连结我放在了影片的简介区。如果你的信用分本身就不错，那你还有机会获得250美元的开卡奖励。如果你的美国信用记录比较短，像我一样只有几个月，那使用邀请连结可以略微提升你的申请成功几率。看完了纵向的对比，我们再来看横向的对比。美国的众多信用卡里面，和 Saver 的消费奖励类型相近的是美国运通金卡，我们不妨拿2张卡出来对比。 Amex 金卡的消费奖励类型是全球餐饮类型有4倍的 MR 积分，价值等同于 4% 的现金回馈。美国国内的超市消费也有4倍的 MR 积分，订机票的话有3倍的 MR 积分，订酒店的话是2倍的 MR 积分，其他类型的消费只有1倍的 MR 积分。卡片的年费是325美元，和 Saver 一样， Amex 金卡也没有外币交易手续费。2张卡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提供了餐饮和超市的消费奖励，只不过 Amex 金卡只有餐饮消费的刷卡奖励是全球适用的，超市消费只有在美国国内适用。美国以外的超市消费没有4倍的 MR 积分，只有1倍的 MR 积分。为了做深入的对比，我们还可以从以下的几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
年费 Saver 这张卡没有任何年费，而美国运通金卡的年费是$325。年费这个维度不用多讲， Saver 毫无疑问胜过 Amex 金卡。 Amex 金卡既然每年都要给这么贵的年费，那卡片的质量当然会好一些， Amex 金卡也不是一无是处。 Amex 金卡是金属卡， Saver 是塑料卡。第二个维度，刷卡奖励 Saver 的餐饮消费是 3% 的现金回馈， Amex 金卡的餐饮消费是4倍的 MR 积分，价值等同于 4% 的现金回馈。虽然直观来讲金卡略胜一筹，但是这并不表示持有金卡带来的收益率永远会比 Saver 要高。我们来做详细的分析。从今年开始，金卡的年费从原本的$250提高到了$325，开卡奖励最高我遇到是9万 MR 积分，价值等同于$900，约等于3年的年费，也可以理解为开卡奖励是用来抵扣前3年的年费的。我们把它简单理解为前3年无年费就可以了。在不考虑其他的类型的消费，只考虑餐饮类型的消费的情况下，前3年金卡在餐饮类的消费刷卡收益率确实比 Saver 要高，在你吃完饭结账的时候，确实是更应该用金卡来买单而不是 Saver。 但是从第4年开始，持卡人要正式支付$325的年费了，325除以 4% 等于$8125，意味着持有金卡要在餐饮类型的消费至少刷够$8125才能抵扣年费实现正收益，否则就是负收益。 Amex 金卡要刷够$8125之后才能和 Saver 在同一起跑线，之后的餐饮消费持有金卡的收益率才能大过 Saver 的收益率。不过话说回来，一张卡要刷够$8000多才能实现正收益，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讲完餐饮类型的消费，超市类型的消费就不用多说了， Saver 也是提供 3% 的现金回馈，而且是全球适用，而 Amex 金卡只有在美国国内超市消费才有4倍的 MR 积分，美国以外的超市消费只有1倍的 MR 积分。对于像我一样长期不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哪张卡更适合我们高下立判。如果你喜欢外出吃饭，也经常在超市购物，不想给信用卡年费，选择 Saver 就对了。 Saver 这张卡完全可以作为 Amex 金卡的平替。我承认这种对比有点极端，我没有把金卡附赠的$120的 Uber Eats、$84的 Dunkin、$100的 Resy 餐饮报销考虑进去。如果你生活在美国，并且经常在 Uber Eats、Dunkin、Resy 消费，并且还能把这些报销额度完全用尽，那你确实可以把美国运通金卡的年费视为325减去120减去84再减去100等于$21。但是能同时满足这几种条件的朋友应该不多吧？况且由于我本人长期不在美国生活，这些报销对我来说根本用不上。另外，从我后台的数据来看，我的观众群体里面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像我一样不在美国生活的。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单纯是因为刷卡奖励比当地发行的信用卡力度更大，或者是更加好用，因此从刷卡奖励这点来看，我会更偏向于持有 Saver 而不是 Amex 金卡。第3个维度，卡组织的接受度，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Amex 的接受度无论在哪里都不如 Visa 和 Mastercard， 这是客观的事实。比如我在香港出街吃饭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街边的餐馆只接受 Visa 跟 Mastercard， 好一些的话还会接受 JCB 和银联卡。如果你想要用 Amex 买单，大部分情况是只有去到大商场里面的餐厅或者是装修华丽的酒店才会接受 Amex， 而这些地方吃饭你大概率都要多给至少 10% 的服务费。毕竟 Amex 在信用卡市场的切入点就是高消费高收入群体。除了香港，我估计其他地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美国很多亚洲餐厅也不接受 Amex， 台湾接受 Amex 的商户也不多。顺带一提，经过我的实测，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在中国大陆消费的时候，即使绑定了微信支付、支付宝来进行消费， Capital One 也能正确识别商户的类型，刷实体卡就更没问题了。同样是在中国大陆消费， Amex 的信用卡只能添加微信支付，支付宝不支援 Amex。 更令人失望的是，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在添加微信支付之后，在大陆的任何消费 Amex 都无法正确识别商户类型，商户类型被 Amex 划分为 Other-Miscellaneous， 也就是其他消费，无法触发特定商户类型的消费奖励。大部分情况下，在大陆地区刷实体卡也无法准确识别商户的类型，除非像是 Hilton、Marriott， 也就是希尔顿或者是万豪这类国际酒店品牌， Amex 才能勉强识别出商户类型。注意，我说的是勉强，不是一定。举个例子，我上个月在深圳的 Hilton Home to Suites 酒店住了一晚， Hilton Honors 这张卡付款的。付款的当下，我的 Amex App 里面显示的商户类型居然是深圳市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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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七八糟的名字。我心想完蛋了，商户名字里面根本没有 Hilton 这个字， Hilton 酒店消费7倍积分看来是没希望了，只能拿3倍的积分了。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在 Amex App 里面重新查看这笔消费的时候，发现 Amex 还是给了我7倍的希尔顿积分。这是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毕竟 Amex 自己也有发行 Hilton、Marriott 联名信用卡，如果连自家合作的酒店都识别不出来，那就真的太差了。所以从卡片接受度这个层面来说， Saver 胜过 Amex 金卡。
再来说一说 Apple Pay 的使用情况。正如我以往的影片谈到的，如果你不在美国生活，而且也没有使用美国的电话卡开启数据流量漫游，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添加到 Apple Pay 之后，也大概率无法正式激活使用。当你点击激活 Apple Pay 的时候， Capital One 都会弹出 We cannot activate your card at this time 的页面，这是 Capital One 风控导致的。虽然官方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就算打电话给他们也只会说让我们等30天之后再尝试。但是由于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不少，所以大家总结出的共同原因就是 Capital One 不支援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激活 Apple Pay， 即使你使用了美国线路的 VPN 也不行，因为 Capital One 能检测到我们在使用 VPN， 不仅不让你激活 Apple Pay， 就连登入 Capital One 的 App 也要你进行2步的验证。我猜测是使用 T-Mobile 或者是 AT&T 的电话卡，然后开启数据流量漫游，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漫游流量太贵了，我并没有尝试。况且 Apple Pay 也并不是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用黑色的胶布把卡片的信息全部盖起来，刷实体卡也是很安全的。而美国运通就没有 Apple Pay 的这个问题，无论你身处何处，用的是什么 IP 的网路， Amex 都可以顺利的把卡片添加到 Apple Pay。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用 Apple Pay， 那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进去。 OK， 讲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对 Saver 这张卡已经非常了解了。如果你觉得这张卡非常适合自己，欢迎使用我的邀请链接来申请这张卡，链接我放在了影片的简介区。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欢迎给本期影片按赞，订阅本频道，感谢支持，我们下期见。